我家可不是大地主。康麦一响，黄金万两，这都是钱呀，兄弟们。这100亩地，加起还没到5块钱呢。这么着钱白忙活一年，就有点成本，能剩2块钱吗？没错，兄弟们，东北秋收迎来大结局。只是今年这两价属实是有点尴尬，15亩玉米才卖了这点钱。事情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不前2天我们把小片的玉米和大片的黄豆终于是收割完了吗？今天终于是迎来了收官之战，我家今年最后一片大地玉米。OK， 兄弟们，就是怎么说，今天是我家最后一块地，然后也是我爸我妈的最后一个希望吧。反正今年呢，就是粮食的价格吧不是很高。像黄豆的话，就是1块9、2块，往年的话，但是今年的话就1块5、1块6左右这样。然后苞米的话，往年都是，1块钱8、9毛钱这样的，然后今年5、6毛。当地的玉米吧，当天就能卖。一会儿看看就是这个玉米能卖多少钱吧。机器已经准备就绪，然后马上出发。OK， 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割苞米和割黄稻的东西完全是2种东西。为什么之前黄豆地那个苞米地没有割大片苞米地？是因为它必须得换成这种专业割苞米的。它每年都是把村里的黄豆全部割完再割苞米。黄豆不抗冻，你苞米的话再冷点也无所谓。反正我家地少，我家也就10多亩地，2个来回就差不多了。对，几个来回就完事儿了。就等做好准备，我们就向着玉米地出发。我以为1个车就够了呢。你爸说这1个车更得哭了。OK， 兄弟们，到地了。这面这一片就是我家地，我家所有的地就剩这2块了。今天把这2块小地打完之后就完事了，秋收结束。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, ребят. Ага, работай. Ты что работай? Просто глаза работай, да? Ага. Тоже работаю. Да, конечно. 你是大地主，看你家大地主今年能打多少粮？我家可不是大地主。就当我们到达场地，准备开始收割的时候，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现在有点小尴尬，因为这个机器今年是新换的收割玉米的前面那个割台，然后把各个部件调整的都不是很好，所以说你看割了这一块地，漏了老多玉米了，就是漏玉米就掉地里了，给他个人捡特别麻烦。然后兄弟俩赶快把机器好好的再调整一下，要不然这一大片地要是都人捡的话，那得捡到晚上得。就趁着邻居还在修理机器，我们就把漏掉的玉米都捡起来。等调整好了收割机，我们继续开干。OK， 兄弟们，头1斗已经接完了，满满一大车粮，现在我去卖粮去了。哈哈哈。Ага. Да. А, сейчас продаете. Продавать. Ага. Да. 直接这块上秤，然后直接卖出去了，把这苞米。我妈在这块等着呢。苞米是挺好的，挺好是吧？比豆子好。苞米好，苞米挺好，看卖多少钱吧。这个车就3000来斤。车3000来斤。车3000。那也就4000斤。对，车我记得咱车好像3600斤。这还能吃饭？那这不就是个乱？多少钱1公斤？要是7毛钱1斤，不是1公斤。啊，那就是1块4毛钱1公斤吧。那我干可多少卢比？我听说过。没是吧？今天比较便宜，连老外都看出便宜了。这等我们刚把第一车玉米称完重，就有买家过来看了。你不今天就多一地啊？就一场地，一场地。打一没事，我不带亏着你啊，就少点吧，你放心吧。打去。没事，你这场地我就不想地，我这句话说你就放心，赔钱我给你拉走，你不就一场地吗？你要是8场地，我不敢给你赔偿，这1场地没问题啊，行吧？我只能要，价格肯定不带亏着你的。有了大哥这句话，咱也是干劲十足了，赶紧把第一车玉米卸下来，去拉后面的。
头2车梁我已经拉回去了，然后这是第3车梁。康麦一响，黄金万两，这都是钱呀，兄弟们。这都是我们这块村民，然后等着扎地呢。我家这地扎完了，到时候就给他们嘎。这车梁已经走了，然后一会儿我开那个车，下一车接梁。我家今年所有的地就差这一小疙瘩了。OK， 兄弟们，今年的秋收结束，这是这块小地的第5车，也是最后一车了。一场多地儿，15、16亩地儿，咋样啊？完事儿了，这是第5车啊，今年的秋收结束。这等最后一车玉米落地，今年的秋收就正式结束了。虽然今年的黄豆收成和质量不怎么好，但没想到玉米的产量还是不少的，拉了将近5车。多少斤啊？这也3吨多。 3吨多，这个一共多少吨15吨多呢。 15吨多。15吨算多算少，大哥？多呗。打的多是吧？对呀。去年打的少啊？去年我那些沟10吨左右，有的还没有9吨多。不过玉米产量虽然可以，但今年的价格比前几年都要低。老妈也是合收玉米的大哥，开启了嘴遁模式，争取能卖得更高一点。那你给多少钱呢？看你价，看你价给的合适，人家就都整。看这点玩意儿呢。人家搁那玩意儿看卖干嘛呢？你刚才开头你就应该给个好价。你就这个了，就这点了，就这点。要多真没了。你这收粮呢，这么收你得多收多些粮呢。尽管老妈已经用出了3寸不烂之手，奈何大哥还是不松口。最后我们以6毛7的价格把苞米卖出去了。这玉米一卖完，今年的秋收工作也算是接近尾声了。这遗憾的是，今年的粮价实在是太低了，玉米也是卖了一个骨折价。我家那点黄豆就更不用说了，最低价估计都很难卖出去。一家人做这一盘算，今年的利润属实是有点低呀。一共卖多少钱？大姑算算。我算算。嗯。才卖2万的块钱。20341。2万块钱。 2万行了，2万挣黄豆多呢。就那地少你不说你那么大一片地，你那黄豆你那天算这我整做上火了你又上火，你上哪火呀？你地少。咱再算，这是大概15、16亩的黄豆那个苞米，2万多。再算算你那个玉米估一下子，不是黄豆得估一下子，一共是17640斤，还有1.5块，26460。这100亩地加起还没到5万块钱呢。连5万块钱没整上呢，种子、化肥，完了再加油，再加农药，这白干了。那不白干了，这剩也剩不多少。这自己还有地呢，那没地就赔，这挺能赔的。包地呢，包地你就这么着钱，白忙活1年。啥都不算。 是4万6，你再去除点成本，能剩2万块钱吗？2万能剩2万，就2万多块钱。2万就。100亩地从春天春耕到秋收结束，剩2万块钱。2万块钱。这我们俩这白打工了，我俩。就算2万块钱，人白打工。白打工。今年啥呀？人家那刨根也还能刨5万6万的，我俩啥也没干着，刨根没刨着，管伺候那点地儿，才挣我挣2个钱。人家都上山那个刨根，我俩就是薅草嘛，给地这家薅的，这草薅的，这产量没薅出来。今年秋收大结局了，就算净剩2万块了，净收入2万块。今年种地净，这就是种地净收入2万块，唱原门了。补，对，咱还有补。补呢，补还有2万多。国家给的补贴2万多是吧？2万多呢，也卖那就4万了，4万了，挣4万了。这俗话说得好，1分耕耘1分收获，但有时候你也得看天吃饭。像是粮食产量和收购价格都是一些不可控的因素。今年我爸我妈想赚钱是不太可能了，好在还没有赔上，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行了，兄弟们，今年的秋收季到这里也算是彻底结束了。感谢这段时间大家的观看，咱们明年秋收不见不散。